画面给到圣诞老人小福星，大家就知道圣诞节来了。小狗做了个自由的梦，在草坪上驰骋，追逐小蝴蝶，偷吃拉尔夫这个小胖子掉地上的爆米花，直到他真的被爆米花的香味给吵醒。有时候小狗觉得这一家人压根不会吃爆米花，哪有好人家把爆米花串树上的？说这个，八仔想起自己在学校里做了个圣诞树装饰，一个冰淇淋罐做的五角星，上面还有没摊干净的蓝莓冰棍水。八仔说那是耶稣血的象征。马基觉得这玩意儿挂树上太诡异了，但念在孩子的面子上，只是悄悄挂在了后面，和一堆怪东西放在一起，和谐多了。马基整理旧物，发现了一顶破旧圣诞帽，家人们都不愿意戴，他只能将目光放在小狗身上。小福星一听，四只脚都在用力，可惜还是难逃一劫。马基认为小福星应该是想要戴帽子，然后扑到网上去的。丽莎有些迟疑，但还是听话的拿起了手机。亚伯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在小福星的世界里，他听不懂人类的话，但却在空气中嗅到了一丝气味。这股气味让他回忆起了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以至于他非常的害怕。马基看到这样的小福星，还以为是对方太过兴奋，抱着他强行拍了几张照，没一张能看的。马基气鼓鼓的骗小福星，圣诞贺卡不放他的照片了。小福星伤心的叼着帽子离开了。俩孩子寻思，咱们可以不出镜不？马基肯定不准啊，所以孩子们降低了要求。大合照的时候，可不可以只有自己家的人？春天大合照，记得他们都快看不到自己了。新年新气象，街上的洋溢着浓浓的圣诞氛围。老莫开车的时候都格外的开心，当然也因为刚才他们去超市进行了圣诞大采购，里面还有自己想要送给家人的礼物。老莫敢保证，马基绝对想不到是啥。结果下一秒他就打破了花瓶，当场用了起来。这吸尘器威力够大，直接把八仔的短裤都给吞了。看到是吸尘器之后，礼物的惊喜也荡然无存，更何况这算哪门子礼物？马基觉得自己是时候和这个铁真的好好聊聊礼物和家庭用品的区别了。说完就看向了那一大堆礼物，但他们属实没想到这堆礼物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小福星竟然把家拆得一团乱，八仔害怕老爸惩罚小福星，自愿背黑锅。丽莎总觉得不对劲儿。从圣诞帽开始，小福星好像就特别的忧郁，他觉得大家应该带他去看小狗心理医生。老莫脑洞大开，以为是什么福瑞医师。老爸嘴角一翘，丽莎就知道他在天马行空些什么。他想说的是，明晚正好宠物大师艾琳要来举办免费讲座，老莫直呼不行，明晚可是有自己想看的格斗总决赛。马基就不懂了，他干嘛非得花70块装大款去看一场高清破格斗呢？几人还在叽叽喳喳时，小福星一直在盯着书柜上的屋子发呆，他到底在惧怕些什么呢？马基用威猛先生清洗了那3块屋子，小福星又叼着帽子去了另一个地方。意识到老爸根本没把小狗放在心上，丽莎决定和他好好聊聊，但他知道老爸肯定无法理解雌性的声音，特此委派八仔替自己发声。可是八仔这小子文化有限，好几个词儿都不会念，简而概之就是等你觉悟，小福星都不行了。老莫最终妥协了，转天便跟着家人来到了爱宠讲座。艾琳一来就给大家上了一课，虽然大家饲养了小宠，但却不应该自称主人。这时候艾琳的青梅竹马给他来了个电话，说自己和妻子离婚了，因为他知道他们2人相爱。艾琳眼泪汪汪，这才想起自己还在开讲座，正准备挂断电话时，台下的梅尔让他继续下去，大家这听得津津有味呢。艾琳答应了那头，自己会和他结婚的，接着义正言辞道：“你们不配拥有狗。”此时台下的老莫还正在偷偷的看着格斗赛的直播，在艾琳提问如何让狗子听话时，他高呼勒住他的脖子，直到他认输。此话一出，艾琳人麻了，他希望所有人能明白，不要总是所求小狗能带来的情绪价值，而是明白自己的小狗到底想表达什么。众人直呼这辈子没上过这么糟糕的课。辛普森一家的问题还没解决，只能追出去继续咨询艾琳。小福星的精神崩溃了怎么办？丽莎寻思，要是自己的眼泪无法打动他的话，要么帮小狗，要么和自己干架。艾琳看到焦虑的小福星，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她要帮这只小狗。在小福星的眼中，艾琳变成了自己的母亲，熟悉感让她放松了下来。艾琳告诉丽莎，狗狗是靠感官明白世界的，尤其是它们的嗅觉，它们能闻到的比我们所见到的还多。我们眼前所见是一个普通的路灯，但他看到的却是每一个曾经路过的人。马基发现小福星真的很信任艾琳，艾琳觉得小福星知道自己能够帮助到他，不过很可惜，一个女人所能产的屎是有限的。说完，他便坐车离开了。小福星追了好久，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回到家，小福星更郁闷了，尾巴都不摇了。一家人也是满目愁容，只能尽力翻开艾琳的书，找到能帮助到小福星的部分。可一直到至此都没有任何收获。马基想尽量做点什么，哪怕洗一下圣诞帽也行。谁知小福星直接咬了他一口，一看这老莫没法忍，怒骂他是坏狗，让孩子们拿急救箱来。没有急救箱别怕，圣诞树下面的那个大蝴蝶结礼盒看到没？老爸办事放心。为了惩罚坏狗狗，老莫给他穿了个袄子，将他关在了庭院里。八仔有些生气，打算和小福星一起攻沉沦，一起待在外面。老莫否决他，自己是老子，自己说的话才算数，不准待在外面。没想到八仔居然还会一物降一物，雇佣了伯恩斯下令否决老莫的否决。于是马基便看着自己家傻大儿和小福星一起睡在狗窝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老莫抠搜的搜索了附近最便宜的宠物医院，第2天带着小福星去看病。这兽医也是纯纯的赤脚医生，一听狗咬人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安乐死，吓了辛普森家一大跳，抱着狗就回家了。老莫本来想就这么个狗窝先凑合着，结果下一秒狗窝就塌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长来到了辛普森家，他刚才听兽医说他们家的狗会咬人，所以联系了动管局的人来。在此期间自己得守在这儿，孩子们预感不妙，动管局的人来了那还了得，小福星直接命没了。八仔拦在警长面前，大骂他是个蓝色大气球。警长不仅不生气，还挺乐意，幻想自己是游行的大气球。马基骂骂咧咧走过来，指着警长说不准带走我们的狗。警长寻思朝我发火也不行啊， app 上已经显示了自己没权利撤销，还有6分钟他们就要来了。刚说完的车的黄师傅
就开过了一个路口，八仔将狗绳递给了老爸，让他赶紧带着狗狗远走天涯。可惜还是晚了，门被敲响，大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打开一看，是艾琳一人。自从那晚开车离开后，他总会梦到狗狗视角。他发现小福星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要是找不到发泄口，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咬了玛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拦住动管局的人。警长觉得他们在天方夜谭，那群家伙拿着钢丝套圈的打狗棍，根本拦不住。艾琳偏要硬碰硬，他叫孩子们立刻收拾狗狗的东西，自己要带走它。虽说和狗狗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实打实算也有20多年了。从第1季陪伴到现在，还是有诸多不舍。丽莎甚至破了自己的戒，给他装了根意大利肉肠。其他人都和小福星道了别，到老莫这儿，不慎言辞的他选择直接来个香吻，这给孩子高兴坏了，直接舔了他一口。艾琳带着小福星来到了犬类行为治疗研究所，这里待遇还不错，每只小狗都有一个单间，还能喝上畅销的牌子货犬用饮用水，看治愈宣传片，这什么都能干，并且杜绝了一切会伤害或是吓到狗狗的行为。好在小福星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建立信任，艾琳决定今晚睡在小福星身边。念完睡前故事，小福星安稳的睡下来，艾琳则是挑灯研究。她发现小福星会做噩梦，很大程度的原因在于他的出生。在小福星的眼中，一盘的3个点就是他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母亲的乳房。他是一窝里最乖最听话的小狗，会帮助弟弟，也受到母亲的宠爱，直到被坏人强行带离。从噩梦中惊醒的小福星看到了温柔的艾琳，吃下安眠药，他才再次睡去。八仔却一点睡不着，他害怕以后都见不到小福星。老莫安慰儿子，现在他们该做的就是祈求犬类守护神保护好小福星。家人们默契的来到了八仔的房间，加入到了这一场小小的、弥满爱意的祈祷仪式中。艾琳那边还在研究小福星到底为何会在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辛普森家受到刺激。他打算使用枚举法，第一个提出的是玛姬的围裙上有她的气息。对于玛姬的气息，小福星感到舒适，因为她总是在自己害怕的时候陪伴自己。艾琳正准备继续，青梅竹马的克雷却来了。他专门挖了母亲的坟，把传家宝戒指带来，向艾琳求婚。艾琳的事业心大过了恋爱脑，她得先照顾好小福星，再去托斯卡纳找克雷。克雷麻了，自己还比不过一个摇尾乞求的狗，算了，反正自己就是逢场作戏，所以母亲的戒指也是假的。某种程度来讲，人类的忠诚度远没有狗子来的真实。艾琳回头安慰小福星，这不是他的错，人类总是如此。今天艾琳想要带着小福星去认识其他的小狗，小福星一来就凶了那只可怜的小犬。艾琳注意到那只小犬是因为靠近狗窝才会被吓走，他在狗窝的垫子里发现了那个圣诞帽。小福星一见到帽子就很激动，看来这是他解开心结的钥匙。他决定追根溯源，直接问辛普森家的人。八仔一看标签就想起来了，这是他们领养小福星那天自己戴的那顶帽子。听他们说起小福星以前当赛犬的过去，艾琳忽然顿悟，他们的狗子患有创伤后精神压力症，也就是 PTSD， 要解决就必须和当初虐待他的人对峙才行，立刻马上现在。玛姬有些为难，其实家里在办圣诞聚餐来着，但思来想去，没什么比家庭成员更重要的了。他们一起来到了狗舍，见到了狗舍主人莱斯摩尔。艾琳上去就给了这人一耳光，摩尔直呼冤枉，又不是每个训犬师都是魔鬼，他甚至还记得小福星，因为他是那一窝里速度最快的种子型选手，也是饼干妈妈最宠爱的孩子，就连摩尔也对他宠爱有加。但你知道的，这种种子型选手的结局就是早早的离开母亲，被送去培养。听到这儿，辛普森家挨个给了他一个爱心贴贴，当然是手掌那种。小福星咬了他一口，就想离开木屋。摩尔告诉他们，孩子要去见自己的妈妈。时隔多年，小狗已经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大孩子，但在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依旧是当初那个可爱的小狗。大家见到这一幕都忍不住落泪，也感谢了艾琳的帮助。他们将小福星的母亲小饼干也叫到家里，辛普森家又添一门，真是美好的圣诞节，美好的结局。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影院，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小视频我们再见。